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冬天寒风凛冽，身体似乎也跟着进入了冬眠状态，手脚冰凉，脸色苍白，精神萎靡，成了很多人躲不开的烦恼。这时候，红枣就悄悄登场了，成为不少人养生餐桌上的常客。然而红枣虽小，吃法却有大讲究，稍微变换一下吃法，功效变得翻倍，让气血悄悄变得充足，让身体重新焕发活力。红枣自古便有补血胜国的美誉，尤其是在冬天，人们喜欢用它泡水、煮粥或炖汤，总觉得喝一碗下肚，暖身又暖血。但红枣的好处绝不仅限于补血，它蕴含的营养成分丰富，是天然的维生素宝库，其中含维生素 C、铁元素、多糖类和黄酮类化合物，对于气血不足、体虚乏力的人群尤为适合。红枣的营养功效已经被现代科学证实，一项营养分析数据显示，每100克的红枣中，维生素 C 的含量高达380毫克，是苹果的70倍，梨的30倍。而维生素 C 在人体中扮演着气血运输员的角色，能够促进铁元素的吸收，帮助红细胞的生成，从而改善贫血，让气血更加充盈。然而吃红枣可不是简单的一颗颗丢进嘴里嚼一嚼就行，如果方法不对，红枣的营养成分难以完全释放，补气养血的效果也就会大打折扣。而通过一些特别的吃法，红枣的功效可以发挥得更加彻底。准备好的红枣将它清洗干净，洗红枣的时候可以加入1勺食盐、1勺面粉。红枣的表面有很多褶皱，容易藏污纳垢，而且红枣在售卖的过程中，很多人都会用手摸一摸，这就会导致红枣的表面很脏，所以在使用红枣的时候，一定要将它彻底的清洗干净，这样我们吃着会更加卫生。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面粉的吸附力比较强，加入这2样东西来清洗红枣，就可以将它清洗得很干净。抓洗大约1分钟之后，再多换2次清水，把红枣表面残留的食盐和面粉漂洗干净。洗干净，控水捞出，直接把红枣放入蒸锅中，将红枣铺平整一些，这样熟得更加均匀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开火蒸上30分钟。如果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，大家可以把红枣核去除，这样吃着会更加方便。时间到之后，关火将它取出来，放在阴凉的地方晾2到3个小时。我们在选择红枣的时候，尽量选择这种个头小的，皮薄肉多，枣核小，吃起来还不会发酸。3个小时之后，继续将它放到蒸锅中，再蒸上30分钟。蒸好之后，再取出来晾2到3个小时。经过2次蒸煮之后，现在红枣的颜色已经慢慢发生了变化，由原来的枣红色已经慢慢变黑了。时间到之后，再将它进行第3次的蒸煮，用小火将它蒸上25分钟的时间。第3次蒸好之后，可以看到红枣的颜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这个时候枣已经蒸透了，更容易消化吸收。
三蒸三晒红枣的原理是什么呢？其实这是中医传统的泡制方法。在泡制过程中，红枣发生了3次小巧的发酵和蒸效反应，每一次都在悄悄地改变红枣的属性、药性，使其更加适合人体消化吸收。蒸好的红枣，将它放入盘中，再按放凉一些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放凉之后，可以将它放到密封罐里边保存，可以保存很长时间，随吃随取，非常方便。每天3颗枣，青春永不老。红枣本身有健脾安神、益气养血的功效。红枣味甜，容易生痰湿，红枣皮也比较难消化。很多人吃完之后，总感觉一直在肚子里，但是经过3蒸3晒之后，口感会比没蒸过之前更加的软糯香甜。当然，虽然3蒸3晒红枣的好处多多，但也有一些禁忌需要我们注意，比如避免过度食用，吃太多会导致体内湿热加重，经常腹胀的人就不建议食用。同时由于含糖量较高，糖尿病患者也尽量不要食用。因此在使用3蒸3晒红枣时，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需求来合理的安排食用量。那么如何正确使用3蒸3晒红枣呢？建议在饭后食用，可以选择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3点这2个阶段，因为这个时候脾胃活动比较活跃，有助于吸收红枣中的营养。每次使用3个左右，既可满足身体所需营养，又不会增加肠胃负担。同时我们还可以将3蒸3晒红枣作为零食来食用，既健康又美味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